当我们每天清晨醒来，推开窗户看到的是熟悉的街道，脚下踩着的是坚实的水泥地时，恐怕很难想象在地球的另一端，有人正过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并非所有的人类居住地都意味着安稳，有一群人，他们世世代代睡在摇摇晃晃的芦苇草上，如果半个月不铺新草，家就会烂在水里。还有一群人像蚂蚁一样住在火山岩凿出的洞穴里，甚至还有一群人在几千吨重的巨石缝隙下安了家。这些地方听起来像是电影里的末日场景，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居住地。这些人把家安在了沙漠深处、海上废墟，甚至是垃圾堆里。这让我们不禁要问，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人类选择在这些看似死路一条的地方扎根？在这些极端的居住地里，他们又是靠什么维持生计并繁衍生息的？今天我们将抛开旅游景点的光鲜滤镜，带您盘点全球6大最不可思议的居住地。这不仅仅是地理奇观的展示，更是一次对人类生存智慧极限的探访。在南美洲的几辆安第斯山脉中，有一个湖泊叫迪迪卡卡湖，它位于秘鲁与玻利维亚交界。在这片像海一样宽阔的湖面上，漂浮着几十座金黄色的小岛。咱们常识里的岛是石头做的基底，但这里的岛却是草做的。这是一种当地人叫托托拉的芦苇。当你第一次从船上跨上这些岛时，会有一种奇特的感觉，脚下不是坚硬的土地，而像是一张受潮的旧水床，下脚感觉到软绵绵的，每走一步，脚底都会有轻微的下陷感，耳边能听到脚下芦苇断裂发出的滋滋。如果你把它当作蹦床，原地点一点脚，脚下的芦苇草岛也会上下起伏。这就是乌鲁斯人世代生活的居住地。您可能会问，住在草上，这草烂了怎么办？答案很简单，烂了就得重新铺。湖中的芦苇根部一旦泡水太久，就会慢慢腐烂分解，所以在岛上的生活就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。这里的人们每隔2周就必须去割新的芦苇，一层一层地往上铺。要是懒惰了几次没去铺新草，整个家就会慢慢沉进冰冷刺骨的湖底。这种生活方式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苦？但乌鲁斯人却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。这芦苇对他们来说，不仅仅是地基，还是食物。你经常能看到岛上的孩子随手拔起一根芦苇，剥开外皮，直接啃里面白色的根茎。这东西吃起来口感像竹笋，没什么甜味，但水分很足。因为常年吃这个，乌鲁斯人的牙齿特别白。因为这草里富含碘，所以极少有人患甲状腺方面的疾病。这才是真正的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连地基都能当零食吃。但这里最让大家感到不可思议的，不是他们怎么造岛，而是他们处理邻里纠纷的方法。咱们住在楼房里，如果跟邻居吵架了，顶多是关起门来不理人。但在乌鲁斯福岛上，解决的办法就简单粗暴得多。因为岛是芦苇编的，如果2家人吵得不可开交，或者如果夫妻感情破裂要离婚，他们不需要去法院，只需要拿出一把巨大的锯子。放心，他们不是要把对方锯死，而是像切蛋糕一样，把脚下的岛屿锯成2半，你飘那边，我飘这边，从此相忘于江湖，老死不相往来。这种物理分割家园的做法，恐怕是全世界最硬核的分居方式了。如今有些靠近岸边的草岛已经变得很商业化，还装上了太阳能板，供上了电，但那都是为了给游客表演用的。在湖心深处，那些古老的乌鲁斯人依然守着这堆脆弱的草，过着一种我们无法理解却又充满韧性的漂浮人生。乌鲁斯人用草征服了湖泊，虽然充满了智慧，但毕竟太脆弱了。那么如果人类拥有了更强大的工业力量，能不能在更凶险的水域造出一个永不沉没的家呢？为了寻找答案，我们需要跨越半个地球来到里海的中心。在这里有一座疯狂的城市，它不是用草编的，
而是用成千上万吨的钢铁堆出来的。但如今，它看起来比芦苇岛还要让人绝望。在距离阿塞拜疆海岸线100公里的茫茫大海上，突兀地矗立着一座庞大的海上城市涅夫达斯瑞，翻译过来就是油盐的意思。这一幕看起来简直像是科幻电影里的末日废土。这是由石油钻井台拼装起来的人类居住地，从空中俯瞰，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生锈蜘蛛网，死死地扣在黑色的海面上。它曾是苏联的骄傲，还被称为斯大林的亚特兰蒂斯。它的建造过程本身就充满了疯狂。1949年，为了开采海底的石油，苏联工程师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，他们拖来了7艘废弃的旧船，其中甚至包括世界上第1艘游轮。人们把它们注满水，强行沉入海底。这7艘沉船就成了这座城市最初的地基。随后，人类的野心开始膨胀，他们在沉船上打桩，铺设钢板，硬生生在波涛汹涌的里海中心搭建起了长达300公里的钢铁栈桥网络。如果你在全盛时期来到这里，你会怀疑自己的眼睛。在这座悬浮于海面几米高的钢铁城市里，竟然住着5000多人。这里不仅仅有钻井架、各种人类居住地的基础设施，8、9层高的公寓楼、电影院、面包房，甚至还有一个公园。为了建这个公园，他们不惜成本，从几百公里外的陆地上运来成吨的泥土填进海里。穿着工装的石油工人们下班后，会在海风呼啸的钢铁街道上散步，去那棵唯一的树下抽烟，脚下是生锈的铁板，缝隙里能看到翻滚的海浪，耳边永远是金属被海风腐蚀的嘎吱声和机器的轰鸣声。在这里安居乐业，为国家奉献，这是属于他们的辉煌。但如今，随着石油资源的枯竭和苏联的解体，这座海上城市正在经历一场缓慢的死亡。因为年久失修，原本300公里的栈桥已经被海水吞噬了大部分，只剩下约45公里还能勉强通车。很多地方的桥面已经断裂，像断了骨头的肢体一样垂在海里。当你开车行驶在这些摇摇欲坠的桥面上时，必须时刻小心，因为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坠入大海。但令人震惊的是，直到今天这里依然生活着约2000人，都是以前的石油工人和他们的亲属。他们像是被时间遗忘的人，坚守在这个生锈的钢铁迷宫里。这座钢铁迷宫就像是一艘永远靠不了岸的巨轮，载着那个逝去时代的工业旧梦，在海浪的侵蚀下一点点变成废铁。涅夫达斯瑞的存在是因为人类对石油的渴望，为了财富和荣誉，他们愿意把自己囚禁在钢铁牢笼里。但在历史的长河中，还有一种更原始的力量，能驱使人类逃向水面，那就是恐惧。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地方，没有工业化的钢铁，只有简陋的木桩。那里的人住在这个地方，不是为了发财，而是为了保命。在非洲西部的贝宁，有一处湖泊叫做诺库耶湖，在这里有一个非洲水上威尼斯，就是冈维埃村。当你坐着独木舟深入这个拥有几万人口的村落时，你会发现这里没有汽车的引擎声，没有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，耳边只有船桨划破水面的哗哗声和商贩在船上叫卖的吆喝声。这里的居住地没有1寸土，只有数不清的木屋，它们被几万根插进湖底淤泥里的木桩高高托起。这些木桩就是冈维埃人全部的安全感来源。为什么好好的陆地不住，非要跑到水上来受罪？这一切都要追溯到400年前那个血腥的奴隶贸易时代。当时的达和美王国拥有一支凶猛的军队，他们四处抓捕其他部落的人，卖给欧洲人当奴隶。弱小的托芬努部落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达和美人的宗教里有一个禁忌，他们认为水里住着可怕的恶魔，如果战士下水就会受到诅咒。为了活命，托芬努人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既然你们怕水，那我们就住到水里去。
这片浑浊的湖水成了天然的护城河，也成了他们的家。他们将新建的村庄改名叫冈维埃。冈维埃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活下来了。冈维埃人这一住就是几百年，在这里生活的一切都围绕着船。孩子还没学会走路，就得先学会游泳，长大一点后还要学习划船。这里的居民人人都会划船，靠划船出行。特别是清晨的集市，你会看到几百艘独木舟挤在一起，女人们戴着宽大的草帽，在船上售卖鱼干、蔬菜和生活用品。可冈维埃并不是完美的人类居住地，因为没有土地，这里没有排污系统，几万人吃喝拉撒产生的生活废水直接排入湖中，湖水变得浑浊，弥漫着臭味，还漂浮着疯长的水葫芦，这是水体富营养化的象征。鱼虾贝类的生存空间被剥夺，冈维埃人捕不到鱼虾，就少了重要的食物来源。尽管当地人通过在水下插树枝造迷宫来养鱼，勉强维持了生计，但这里的卫生条件依然严峻。即便如此，当你问起当地人愿不愿意搬回陆地时，还是会有很多人摇头。对于他们来说，这片水域虽然拥挤不便，但它承载着祖先逃出升天的记忆。陆地曾经代表着奴役和死亡，而这几根烂木桩撑起的小屋则代表着自由。在冈维埃，人们为了躲避陆地才逃到水里，而在地球的另一端有个居住地十分奇特，因为这有一群人在茫茫沙漠中死守着最后一滴水。南美洲秘鲁西南部的阿塔卡马沙漠边缘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区之一，请大家闭上眼睛想象一下，你的四周全是几百米高的巨大沙丘，一眼望不到边，满眼除了黄色还是黄色。烈日当头，烤得人皮开肉绽，嗓子冒烟。就在你爬过一座巨大的沙山，准备迎接绝望的时候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抹不可思议的绿色。在漫天黄沙之间藏着一个蓝绿色的湖泊，湖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棕榈树，红瓦白墙的西班牙式房屋倒映在水中。你以为出现了幻觉，看到了海市蜃楼，但其实你的眼睛没有骗你，这就是沙漠中的天然绿洲瓦卡奇纳。从高空俯瞰，它就像是上帝不小心掉落在沙漠里的一颗绿宝石，美得极其不真实。你甚至能在秘鲁50新索尔的纸币背面看到它的身影。围绕着这个绿洲居住地的常住人口不多，也就100来号人，但他们的生活方式绝对能颠覆你的认知。在别的地方，出行靠坐车，在这里，出门得坐怪兽。当然，这个怪兽不是电影《沙丘》里的巨型大沙虫，因为周围全是松软的流沙，普通的车根本没法开。当地人出行全靠一种改装过的越野沙滩车，这种车没有车窗，只有粗壮的防滚架，引擎轰鸣起来像野兽咆哮。每天，司机们就像开过山车一样，载着游客在近乎90度的沙坡上疯狂俯冲，那个刺激劲儿比坐过山车猛多了。整片沙漠里回荡的都是游客的尖叫声。但到了晚上，当引擎熄火，游客散去，瓦卡奇纳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。沙漠的夜静得可怕，这个时候从高处往下看瓦卡奇纳，不再像一颗绿宝石，而是像一只黝黑的眼睛，让人不敢多看。当地的老人会告诉你，这片湖是有灵性的。传说中，一位美丽的印加公主在洗澡时被猎人撞见，她仓皇逃跑，留下的洗澡水变成了湖，衣服变成了周围的沙丘，而她自己变成了人鱼，至今还游弋在湖底。当然，传说归传说，现实往往要残酷得多。这个被称为南美洲最美绿洲的地方，其实正面临着消失的危机，因为周边的开发和地下水的过度抽取，这个天然湖泊的水位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下降了。现在的瓦卡奇纳为了维持着童话般的美景，不得不靠人工从别的地方抽水灌注进去。虽然美景依旧，但那份纯天然的骄傲已经大打折扣了。但即便如此，这里依然是人类在极端环境中生存的一个奇迹。毕竟，
能在寸草不生的荒漠里守着一汪碧水，听着风吹沙棘的声音入睡，这种体验，全世界也就独此一份了。瓦卡奇纳的人们虽然住在沙漠里，但有绿洲，沙漠的炎热也可以消减不少。可气温50度的澳大利亚沙漠没有绿洲，居住在这里的人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像地鼠一样钻进洞里。这个洞就是另一个奇特的居住地。在澳大利亚南部的内陆腹地，有一个叫做库珀佩蒂的小镇，据说这里居住着几千人。但如果你开车沿着斯图尔特公路来到这里，第一感觉绝对是，我是不是被骗了？这一路开了几百公里，除了红色的土和枯草，什么都没有。好不容易到了导航上的镇中心，你看到的依然是一片荒芜，没有高楼大厦，没有街道，地面上只有一些莫名其妙凸出来的管子，像潜望镜一样立在土堆上，还有几个奇怪的烟囱，看起来就像是电影《疯狂的麦克斯》的场景，更像火星表面。别急，秘密全在脚底下，这里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真正的地下城市。为什么要住地下？因为地上的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。这里的夏天，地表温度经常突破50摄氏度，在户外待一会儿，你会觉得皮肤都在燃烧。但在几十年前，有人发现这里盛产一种珍贵的宝石猫眼石，全世界95%的猫眼石都产自这儿。为了发财，来自全世界40多个国家的矿工涌入这片荒原。既然地上热得没法住，聪明的矿工们一拍脑袋，反正我们也是来挖矿的，干脆顺便把房子也挖出来吧。于是为了避暑，这里的人干脆放弃了地面，他们利用废弃的矿洞，或者直接在山坡上挖洞，建造起巨大的地下豪宅。走进这个地下城，你的感官会瞬间经历一场魔术。门外是50度的炼狱，当你推开厚重的大门，沿着走廊往地下走10几米，温度立马神奇地降到了20度。这里不需要空调，也不需要电扇，全靠大地的厚度来隔热。而且别以为住在洞里就是原始人，这里的地下世界奢华的让你啧舌。库珀佩蒂地下城是有互联网和电的，小镇每户人家的客厅、厨房、卧室都一应俱全，居民们还在岩壁上雕刻出了壁橱、书架，甚至还有地下的台球室和酒吧。最夸张的一户人家甚至在地下挖出了一个私人游泳池。在这里，装修房子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，比如家里添了2胎，不够住了，怎么办？在别的地方你得买新房，在这里你只需要去借个挖掘机，往墙壁深处再挖一个洞，一间新卧室就出来了。还有不少人家在扩建卧室的时候还挖到过宝石，装修房子还能顺便发笔横财，这种事也就只有在库珀佩蒂才会发生了。丰富的地下设施和旅游项目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体验。库珀佩蒂的旅社甚至还获得过澳大利亚旅社奖。当然，在地下住也有弊端，那就是通风不行，所以库珀佩蒂家家户户都会在墙上挖透气孔，并且通过管道伸上地面通风。这个居住地的供水来源于24公里外的一个地下水源，水资源勉强够用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住在不见天日的地下，却硬生生把这片不毛之地变成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地下王国。他们不需要阳光明媚的落地窗，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厚实的泥土才是最踏实的安全感。在澳大利亚，人们是为了躲避酷暑，为了挖宝石发财，才主动拿挖掘机去挖个洞住。但在中国贵州的大山褶皱里，也有一个洞穴居住地。这群住洞的人不是为了发财，也不是为了享受，他们当初钻进洞里只为了保命。在中国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，海拔1800米的格图河畔，沿着蜿蜒的山路爬行，穿过一片茂密的竹林，你会突然感觉眼前一黑，随后豁然开朗，一个像怪兽嘴巴一样巨大的天然溶洞出现在面前。这个洞高50米，宽100多米，深200多米，光听数据可能不能具象化。这么说吧，
把一架波音客机开进这个洞里都绰绰有余。如果你站在洞口大喊一声，回音能在大厅里绕上好几圈。这就是中洞苗寨，被认为是中国最后的穴居部落。这里住着吴、王、罗、梁4个姓氏的18户人家。因为有了巨大的洞顶遮风挡雨，村民们盖房子根本不需要屋顶，很多房子就是用竹子编个篱笆墙，或者垒几块木板，上面随便搭层塑料布防尘就算完事了。可为什么好好的平地不住，非要住进洞里？老一辈人会告诉你，那是为了躲土匪。在战乱年代，这里是天然的堡垒，地形地势易守难攻，土匪根本摸不上来。后来天下太平了，但大家也住习惯了。洞里常年恒温，冬暖夏凉，夏天外面热得像蒸笼，洞里凉风习习，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。冬天外面大雪封山，洞里却温暖如春。但你别以为这里是原始社会，走进洞里，你会感受到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时空错乱感。在一根几万年形成的钟乳石柱子下面，可能正放着一台大彩电，或者一台全自动洗衣机。几头大黄牛在洞口悠闲地吃草，而在牛棚旁边，村民正刷着手机里的短视频。这种现代文明的进入，其实有一个感人的故事。2003年，有一个叫胡兰克·伯德的美国人偶然来到了这里，他被这里贫困但淳朴的生活震撼了。为了让洞里通上电，这位美国人拿出了10多万人民币，甚至买了牛羊送给村民。正是因为这根跨越山海的电线，中洞苗寨的夜晚终于第一次亮起了电灯泡。这里曾经最让人骄傲的是那所洞中希望小学。在2011年学校搬走之前，这可能是全中国最特殊的学校。操场就是洞里的沙地，篮球架立在岩石边上，虽然简陋，但它是孩子们的天堂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几十个孩子在巨大的岩石穹顶下奔跑，读书声和隔壁邻居家的鸡鸣声交织在一起。虽然现在孩子们都去山下上学了，但那个建在石头缝里的篮球场遗迹依然能看出当年的影子。当然，这种生活也不是没有烦恼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搬与不搬。当地政府为了改善大家的生活，曾经在山下盖好了崭新的白墙灰瓦大瓦房，还给每家每户配套了厨房和厕所。这在咱们看来是天大的好事，对吧？但结果呢？村民们搬下去没几天，又偷偷搬回来了，理由特别实在。一位大爷说，山下的房子好看是好看，但是不透气，热死人，而且我们的地都在山上，猪也在山上，住山下还得每天爬上来种地喂猪，太累了。对于他们来说，金窝银窝真的不如自己这个冬暖夏凉的老窝。现在中洞人也开始做起了生意，带头人叫王启国，他是洞里第一个开农家乐的人。他在自家门口摆了几张桌子，把自己家多余的房间改成客房，游客来了，他就杀一只自家养的土鸡，再炒一盘山野菜招待客人。据说他靠农家乐服务一年能挣好几万。看着他坐在洞口，一边数钱一边招呼客人的样子，你就会明白，无论环境多么闭塞，人类追求美好生活的那股劲儿是挡不住的。这个巨大的溶洞就像一位沉默的母亲，她不管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，始终张开怀抱，用自己亿万年的身躯庇护着这群不愿离开的孩子。中国苗族人躲进巨大的溶洞里生活，是因为洞穴足够宽敞，仿佛能包容万物。而这也正验证了人类其实有无尽的勇气和强大的信念。无论是在海拔3800米的高原，还是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原，无论是在寸草不生的荒漠，还是在暗无天日的地下，只要还有一线生机，人类就能依靠无尽的智慧和巨大的韧性，硬生生地扎下根来，把绝境变成宜居地。或许并不是肥沃的土地定义了家，而是人类顽强的生命力赋予了脚下这片土地家的意义。长视频制作不易，欢迎大家关注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。